经常有粉丝朋友们来问我们需不需要担心肉类、鱼类食物里面激素残留吃到身体里面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究竟这是我们大家过度的忧虑呢，它还是事实存在的呢？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实在没有辨别的能力。我仅仅能够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就是我们身体代谢健康的人和身体代谢不健康的人，如果在这样一个食物激素残留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健康表现可能会有哪些不一样。我们先探讨一下代谢健康的人跟代谢不健康的人核心区别有什么。核心区别第一，胰岛素水平。代谢健康的人胰岛素水平是稳定的，比较低位的。代谢不健康的人呢，他胰岛素呢长期是在高位的，因为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啊。第二个重要的维度呢是慢性炎症的问题。代谢健康的人呢，慢性炎症比较低，细胞的信号灵敏度就高。那么代谢不健康的人，长期的慢性炎症，它细胞信号就比较迟钝，它容易受到干扰。第三个维度，肝脏代谢与排泄通路，肝脏啊、骨管甘肽这个体系呢，代谢健康的人就相对来说正常很多，是正常运作。而代谢不健康的人负担高，抗氧化的能力会下降的。第四个，从激素受体的反应性来看，代谢健康的人，他的受体的反应性更加的平衡，更加的敏感，而代谢不健康的人呢，激素调节会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大或过小。另外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细胞能量的状态，代谢健康的人 ATP 的生成是充足的，线粒体是健康的，能量是丰富的。代谢不健康的人呢，线粒体的效率比较低下，能量不足，这些是基础差异啊，这是决定他们面对外源性激素的时候的反应是否放大的关键呢。那么激素残留对这两类人群的影响差异究竟在哪里呢？代谢健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等于有一个缓冲区啊，因为肝脏解毒跟代谢效率高，所以雌激素、雄激素这些外源性的激素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可以通过肝脏的一些系统代谢排出体外。那么激素受体反应正常的人呢，即使少量的外源性激素存在，受体不会有过度放大的反应。还有就是代谢健康的人，体脂水平和脂肪代谢状态相对稳定，身体更能够把这些影响压住，不太会容易产生显著的内分泌干扰。代谢不健康的人，外源性激素比较容易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呢，第一，肝脏解毒能力下降；第二，身体有慢性炎症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激素波动；第三，内分泌系统它本身就已经失衡了，再加上外源性激素的影响；第四，脂肪也会参与激素调节。当体脂偏高的时候，激素系统更容易不稳定，对外源性激素的反应也更明显。结果代谢不健康的人面对同样的激素暴露，更容易体重上升，比较容易水肿，情绪不稳定。底层逻辑，激素残留本身不一定立刻造成问题，但身体的代谢状态会决定这种影响是否被放大。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激素的残留，而是在你代谢能力能不能处理它。当我们在讨论外源性激素风险的时候，真正的防护策略不是完全隔离，因为它是否真实存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隔离起？但是呢，提升自身的代谢健康，修复肝脏的代谢跟线粒体的工作能力，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代谢健康的人拥有天然的防火墙，代谢不健康的人身体呢就在这里就比较吃亏了。